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加藤俊德先生所著的《70岁起，大脑依然持续成长的神奇生活方式》一书。这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虽然年过60、70岁，却依然希望保持思维敏捷、持续提升记忆力，让生活更有活力的人。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，只需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大脑就能不断成长，甚至比年轻时更活跃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只需日常中的些许巧思，你的大脑就会剧烈成长；第二，为了让大脑在70岁后继续成长，应该立刻停止的习惯；第三，为了让大脑在70岁后继续成长，应该马上开始的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只需日常中的些许巧思，你的大脑就会剧烈成长。作者加藤俊德先生花了超过30年时间，观察了超过1万名不同年龄层人士的大脑影像，包括胎儿、儿童、成年人与高龄者。透过大量研究，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但十分振奋的事实：人的身体会衰老，但大脑却可以持续成长到生命的最后一天。我们常以为随着年龄增长，记忆力下降、学习能力变弱是无可避免的事情。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，这只是因为大脑缺乏训练。一旦开始练习，大脑的成长能力可以再次被激活。8大脑区域掌握大脑运作的关键。大脑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细分成超过120个部分，但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，作者将用途相近的区域整理成8大脑部区域，也就是8大功能系统，其中包含运动系大脑区域，位于头顶附近，负责身体动作、平衡、协调。这块区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，但高龄者往往较少使用。输出系大脑区域，大脑的前方，将学到的知识转换成语言、行为、决策，是表达、判断的核心区域。输入系大脑区域，大脑的后方，负责吸收新知、学习技能、观察与听觉信息，是学习能力的关键。作者用大量大脑扫描影像证明，只要有意识地使用这些区域，它们就会像肌肉一样，变得更强壮、更活跃。高龄大脑成长的真实例子，书中提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：一位公司的社长在80岁时，突然决定学习打鼓。因为打鼓需要手脚协调、节奏感、注意力等多个大脑区域同时运作，对高龄者来说是非常好的训练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大脑运动系区域在短短1年内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，这是实际通过脑部影像观察得到的结果，而不是靠感觉判断。这说明什么？大脑不是用久了会坏，而是不用才会退化。无论几岁，只要挑战新事物，大脑就会重新开始成长。越是不擅长的事，越能刺激大脑活跃。大脑成长不需要大量努力，只需小小改变。作者强调，让大脑成长的秘诀，不在于努力学习或强迫训练，而在于在日常中增加一点点新的刺激，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情。例如，换一条不同的散步路线，用另一只手刷牙，每天尝试说一句新语言，坐公交车实属车站，听一段新的音乐类型，与不同年龄的人聊天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，都会刺激大脑不同区域，使其重新活跃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为了让大脑在70岁后继续成长，应该立刻停止的行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根据本书内容，挑选出最需要马上停止的3种习惯，因为它们会直接阻碍大脑的成长。其一，每天走同一条路线。前面提到，大脑要成长，就必须接受刺激，而最简单刺激大脑的方法，就是让眼睛看到各种不同的信息。因此，无论是通勤、散步，还是前往日间照护中心，都应该尽量不要固定路线。你是否有这种感觉，走着每天同样的道路，完全不需要思考？事实上，这代表你的大脑几乎没有在工作。举例来说，回家时换一条不同的路线，每3天多走1站路，这些都会让大脑受到新鲜刺激，让它重新活跃起来。例如，
观察四季的风景变化，偶尔抬头看看天空，在路上找一找招牌里的数字6，等等都可以。这些都是锻炼视觉系统脑区域的有效方法。如果是散步，可以准备3条不同的路线，每天轮流走，看到不同的景色，就是大脑最好的新刺激，会让大脑更活跃。其二，说他人的坏话。第二个应该停止的习惯是说别人坏话，因为从大脑科学角度来说，负面的语言会让大脑直接进入停止运作的状态，尤其是坏话，本质上是向对方投掷否定性的讯息，例如不要这样做、闭嘴等等。而这些否定指令，其实也会无意识地作用在自己的大脑上。举例来说，不要做，会抑制你的运动系统与思考系统；闭嘴，则会抑制你的表达系统。通过脑功能测量已经证实，这些否定性语言会让大脑性能下降。也就是说，说别人坏话的同时，你自己的大脑也被一起削弱了。此外，对年轻人或不喜欢的人抱持我不想听他说话的态度，也会让大脑变得迟钝，因为这等同于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过滤，不愿意接受新的刺激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可能代表大脑觉得再多的信息我处理不了，其实已经开始变得退化了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关闭大脑，而是打开大脑。即使对方是年轻人，你不喜欢的人，或者你觉得内容难以理解，只要愿意尝试倾听，大脑就会获得新的刺激，从而重新活跃。其三，没有喜怒哀乐。喜怒哀乐属于大脑情绪系统区域的活动。当你面对新的信息，觉得有趣、生气、悲伤，都是大脑自主反应的证据。但如果你无论面对什么刺激，都没有任何感觉，这就是大脑反应迟钝的警号，表示情绪系统区域已经无法正常反应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很容易发展成类似忧郁症的状态。此外，没有喜怒哀乐的人通常表情也比较少，脸部肌肉没有活动，这也意味着掌管动作的脑区域变弱了。因此，这类人往往给人一种缺乏活力、没有精神的印象。相反，表情丰富、情绪起伏正常的人，不仅情绪系统活跃，运动系统也运作良好，整个人更有生命力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喜怒哀乐变少了，可以通过看电影、阅读、听音乐、回想美好回忆，来刺激情绪系统与运动系统，是很好的脑部训练。作者自己举了一个例子，小时候他常常和祖父母一起睡觉，那些温暖有爱的记忆让他非常快乐。直到现在，他每天睡前都会回想这些令人愉快的记忆，大约想10个左右，让自己带着幸福感结束一天。回忆美好的过去，也是刺激情绪系统区域非常有效的方法，非常值得推荐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为了让大脑从70岁开始继续成长，应该立刻开始做的事。让大脑成长的关键字是麻烦。当你尝试使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到的脑区时，大脑会自动觉得好麻烦，但其实正是这一瞬间，代表大脑正要成长，感到麻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发现了自己不擅长、很少使用的大脑区域，只要你有意识地去使用它，大脑就会迅速得到锻炼与成长。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当我们感觉到麻烦的时候，或者刻意让自己做得更麻烦一点时，就是训练大脑的绝佳机会。本章从书中精挑细选3个最有效的实践方法，只要坚持半年，你的大脑一定会大幅成长。其一，用左手刷牙。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，因为日常生活中几乎一直使用右手，所以左脑非常发达，而右脑则容易被闲置，发展不足。然而在生活中想把右手的动作改成用左手做，往往难以坚持。但用左手刷牙却是非常容易进行的大脑训练，是每天都会做的习惯，即使做不好也不会造成大问题。左手操作会强烈刺激右脑，虽然会让人觉得有点麻烦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是训练右脑、促进大脑成长的最佳机会。
请务必尝试看看。其二，做饭。从想吃到料理之间的距离，就是大脑活动的空间。做饭会刺激大量脑区，例如思考做什么料理，想象力活跃。在决定菜单时，大脑会自动开始进行想象、预测与计划。在超市看食材，更丰富的想象与模拟。看到摆放的食材，脑中会开始组装菜单，模拟烹饪步骤。记得冰箱里的食材，刺激记忆区。要做饭，必须记得家中剩余的食材，这是对记忆领域的良好锻炼。动手烹饪，全面使用各种脑区，切、煮、炒，每一步都需要手眼协调、判断力、节奏感、动作控制。因此，运动系、视觉系、思考系、记忆系等多个脑区都会同时被激活。款待心也能训练表达能力，例如家里要来客人，你会想为了那个人做这个料理，这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，会强烈刺激传达系脑区。料理是用行动表达心意，这是语言以外的表达方式，可从不同角度锻炼表达能力。其三，单脚站立、倒退走、上下楼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有些人会在楼梯的一级台阶摔倒，造成骨折。多数人认为骨头变脆了，所以没办法。但真正关键的不是骨折本身，而是为什么会摔倒。摔倒的原因往往来自以下衰退：运动功能下降，平衡感退化，小脑功能衰弱，负责协调动作与平衡。例如，闭眼单脚站立时，很多人会明显摇晃，难以保持平衡。这种摇晃就是平衡调节能力下降的信号。倒退走，刺激运动区加头顶区域，预防脑中风。倒着走路需要更强的判断力和平衡力，会激活运动系脑区。头顶区域与脑中风高风险区域相关，因此倒退走不仅能平衡身体，还有助于预防中风。楼梯是最棒的大脑训练场，安全前提下，楼梯在正确使用时，是激活多脑区的绝佳工具。下楼时，必须看清脚下，强烈刺激视觉系脑区。为避免跌倒，需要平衡与控制力，锻炼小脑。慢慢、安全的使用楼梯是极佳训练。上楼时，偶尔可以挑战一次跨2阶，在安全范围内。平时不用的肌肉被激活，必须用眼睛判断阶梯高度，同时要在瞬间判断脚的动作、力量、位置，因此会动员运动系、视觉系、思考系、平衡系等多个脑区，这对于大脑活性化非常有效。将单脚站立、倒退走、上下楼梯融入日常，让身体不摔倒，大脑更年轻。通过这些日常训练，不仅能提升平衡与肌力，还能强力促进脑区运作，让70岁之后依然保持敏捷、年轻、有活力的大脑。70岁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段脑的青春期的开始。哪怕只是一项小小的新习惯，一段微不足道的挑战，都可能成为激活大脑的契机。愿你我都能像书中所说的那样，不必靠拼命努力，而是通过温和而愉悦的日常累积，让大脑在余生中持续成长、持续闪光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后半生。愿每一天都成为大脑成长的新起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